诸位朋友们好，师父好。今天呢，咱们就看看你的命运，看看你的面相。哎，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激起我一个想法啊，两位美女，请问，命运是已经注定的吗？师父，我觉得命运应该是注定的。记得以前我们讲过那个，很多算命的故事算得很准的哈。就是一个人的运，就是真正的算命大师，特别会算的，好像连他什么时候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到最后什么时候走都能算得出来。哎，是哈。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比如说我们6岁也好，16岁也好哈，20岁以内，哎。找有一个算命大师给算的吧，到多大岁数结婚，生几个孩子，还你那个太太或者先生长什么模样，甚至做什么行业，啊，未来的财富如何，健康如何，情感如何，甚至还有人能算到你会搬家搬很远，还有说你会住个很好的房子，啊，或者你可能是要做官。或者成为富商，是吧？他有些这个都能给，不是给蒙出来的，给算出来的哈。是啊，从这个理论，从有人预言你的未来的话，是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命运就是注定的呢？物理是师父，就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推理，但是我的认知就是命运它应该是注定的。哦，命运注定的。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能不能改呢？你比如说谁这个命运觉得有点穷啊、苦啊、病啊、差呀，是吧？我们想变好一点，你说是不是还有办法呢？我看网友也没问我哈，这我们自己刁难自己就是。那肯定是希望改的，特别是一些遭遇到很多不幸的人，一定是希望有哪个老天爷来帮他改一改命啊。那确实哈，谁都渴望让自己变得更好，尤其是正在受苦的人。是。哎，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思考上也没有别的出路，也只能说，你看还是这个，我觉得你们两位还是真是很够智慧，哎，一下就想到了，哎，人家预言的，预言的故事，也有人预言过我，就我的就不用说了吧哈，哎，那这个，你比如说，那个中国人都知道有个电视剧哈，《大宅门》，那个导演是吧？郭宝昌先生对吧？他亲自讲啊，大家上网去搜就能搜到，哎，郭宝昌先生讲那个算命先生算他的命，对不对？他说12年，这个运呢哈就会调整一次，所以他都是12年，哎呀，他说真是服了呀。他说那最后到60来岁算不下去了。对。哎，说未来怎么样呢？算命先生说看不出来了，不知是凶还是吉啊。所以快到60岁生日的时候，吓得他要死。他在家里吧，怕房塌了，说出门怕撞死。反正真是那一年战战兢兢的啊，人还有周岁虚岁之说。你说2年他战战兢兢熬过去了，现在70多岁，对不对？其实说真是挺神奇的。是呢。哎，我不知是这个命运安排好了呢，还是算命先生就能算到？不管你的命是不是你的，反正能算。他就是不是跟踪了未来，还是命就是已经既是注定的，可以多一种思考，对不对？对。就算你的不管你的命怎么变，就总有那么一个人能把你算懂了、算明白了，这也是有可能哈。我相信命运它就是客观存在的，每一个人的命运它就客观已经存在在那里的。至于是谁能不能算准，就是看谁能够揭示你的规律而已，就看有没有这样你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智慧的人嘛。我觉得这个能遇到和不遇到也是命中注定的。也是，很有道理。也就是说，尤其是这个。人这一辈子啊，其实很有意思，也容易让人牵肠挂肚的一件事情哈，就是爱情，是吧？有时这个年轻，无论男女，爱情发生的时候可是
很崇高，是吧？哎，但是按照这个五世达赖喇嘛，他不是个诗人嘛，他总在那唱情歌，这个情歌里头有很多佛门的觉悟在里头，是不是啊？是。哎，就是无论你爱不爱我，我的爱就在那里，那爱是啥？啊，这种空境是吧？对。无论你理不理我，我就是要理你。是。为啥呢？因为是前世的约定。你看看，是。这家伙很吓人啊！我说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头发都立起来了。啊，当然我之前头发也没压下去过哈，就一直担惊受怕的是。哎，这都是意味着就是很多确实哈，因为这个问题说起来就是有点。我们归为叫神秘学说哈，但是真的够神秘的，是。那因此呢，所以咱们在这儿说给大家看个相，弄懂一下命运这个东西，风险太高了，这说不准的话，人家骂死我呀。啊，这个不是，这个他的命早就已经注定了，对，所以有幸被师父抽中看他的相，一个也是他的幸运，第二个。就是这个抽中也是命中注定哈，真的是这样子。哎，抽中也是命中注定，我觉得是有道理哈。这样我们说的对点错点，你就当对的，结果可能你就说，哎，师父说那句话呀，是师父有情绪，我师父对我有看法啊，或者师父呢比较喜欢我，所以说了我很多好听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是师父在一种叫做情绪下，像济公喝醉酒一般的胡言乱语，对不对？但是越是高境界的那种叫无准备的胡言乱语，是不是正是天意呢？是的。哎，就有一个人吧哈，这个说起来哈，我的命相师哈，就是其实教我的那位师傅呢，他呢。我身上说的是他父亲哈，他父亲是个超级大师，一流的。他曾经说呢，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小男孩，啊，比我年龄可能大2-3岁吧哈，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个小男孩他妈妈带着他来到我家见这位命相大师，啊，说我就担心我这个孩子哈，他人挺好的。他也不像其他小男孩又肥又乱哈，总想造反呢。哎，这小孩比较静的，说命相师，我知道了，他就该静啊。说为啥呢？因为他看不清啊。说没有，他的眼睛好好的，说现在好好的，可能13岁以后，12、13岁以后就看不清了。啊，我们那位带来的那位妈妈哈，气坏了。啊！拍桌子上10块钱，扭头就带着孩子走出去了。这你是诅咒我孩子呀？可能就是在12岁、13岁、12岁，那个反正是13岁之前，有一次，这个孩子哈，去到他姨家走亲戚串门，哎，这个孩子呢，这个姨呢做的饭特别好吃，小孩不懂事哈。哎，遇到亲姨呀，就那个特别对他好的这个亲戚哈，就不想走。换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换人家吃饭就觉得香啊？是吧？我们小时候是这样的，是有这感觉，可能儿童都有这感觉。所以这孩子赖着姨家不走，哎，在玩的时候，这个孩子那个扣子啊掉了2个，姨也是好心，反正你看这个饭也吃饱了，你看这个2个扣子掉了，现在春天还天有点冷，来我给你缝一下，哎。拿来衣服也没给他脱下来，解开上2个扣子就这么缝。那小孩一低头，他姨正好拿那个针偏往上一扎，就扎瞎一个眼睛。我天哪！哎呀，应验了吧？他妈说不管怎么着，还有一个眼睛能看清事儿呢，就找医生去治这个眼睛。结果不治还好，一治那没扎的眼睛也开始视力模糊了。到后来变成了一层白厚厚的白内障。是呢。正是我的命相师所预言的那样。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人的生命中，师父哈，我们经常生命中发生一些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生病啊或者怎么样哈，瘫在床上，经常会说，哎呀，医生治疗的不够及时啊，或者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但其实可能就是更深入的去理解这样的事情，可能一切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这些好与不好都是已经注定的，只是有一个因缘来让他们发生而已。我觉得人的本性吧，或者说天性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好的地方呢，你都希望身边周围的人都在赞美你的好处，或者提到这些好的优点啊，或者是顺利啊、吉祥的点，那是希望都从别人口里听到。不好的事情，因为人的天性他是忌讳听到，就是他其实他也知道这是一定会发生，但是他就是拒绝接受，会有一种排斥的心理。但是他也知道真正的命相是讲的都是实话，都是真相，只是人从自己的内心不愿意接受真相而已。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早的能够知道的话，而且有方法能够规避一些风险和命中的劫难，那不是更好吗？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说，求别人看相的人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心态。我们讲就是无论是好是坏，是吉是凶，因为他既然你去问了，去求了，你要知道你得到的答案8、9不离10，就是那个回事儿，就是事实就是那样。好的心态就是吉啊，大家欢喜。但是呢，我会觉得我们就是要小心谨慎啦。这因为是天赐给你的，也别太得意忘形了啊。碰到真是不吉的呢，你就应该非常谦虚的请教大师，我有没有什么化解的方法？那就像刚才坤提老师说的，如果能为你化解了一个人生中注定的灾难，你就阿弥陀佛吧，真是遇到了贵人了，真的是。对，我们希望就是这些大师给我们预言的时候总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对，就是父母亲带我们去看这些师傅的时候，也更是期盼的对于自己的孩子未来是非常光彩的、美好的至少是饮食不愁的或者是富裕的一般很少有父母亲盼着这孩子将来到做总统当大官，其实也很少去这么想。这种想，大家做父母亲的，你真做了父母亲，其实就知道了。哎呀，就是盼望孩子这一生平安就好。是呢，平安是最重要的福气。就是。说到这个呢，我还说到另外一个妈妈，也是带着她的孩子看我的师傅，就说来，大师给我看看我的孩子，因为他是藏民的。那这个师傅这个小孩他也不愿意进来有点认生可能7岁左右，就拉他进。我们当时住的是帐篷，进帐篷的时候，师傅说：“放羊娃，放羊娃。”他妈妈说：“你还没看呢。”师傅说：“我已经看了。”他就是放羊娃，放羊娃就是这一生他的职业是放羊的。牧民嘛，一般都是放牛羊嘛。了解。所以当地的汉化的土语叫放羊娃，就是放羊的小男孩放羊娃。妈妈不甘心呢。这光做放羊娃，这个没出息呀！那师傅有什么方法能给他改一改呢？师傅给他教呢，第一个你多做供养，那么第二个抽空就念6字真言，完了如果再抽空呢，你来给我帮忙干些杂物活，这个妈妈有悟性，这种人老实。一家人呢，就不是那么聪明灵光的人，他老实呢，脑子笨呢，师傅说他就信。所以这个妈妈经常带着他在放羊娃到我们这儿来帮忙。他知道妈妈特别的有悟性，虽然老是有悟性，专捡着那个脏的、累的、苦的这些活来干。很少说他在外面干活进来说打扰师傅，师傅我来干活来了，不用。连报名都不用，报个名儿。对，走到我们跟前嘛，他找着哪些反正脏的、苦的、挖厕所的他都干，就是这些干完了之后给我们打个招呼走了，说你见一下师傅，不用，这加持一下，不打扰，我只想积功德。
哎，对，说的你们肯定想，那么放羊娃未来呢？最后怎样了？长大了以后怎样呢？对，那有一天呢，师傅就跟我说：“哎呀，放羊娃真是他妈真的不错，这个女人是个好人。哎，他爸也特别老实，他爸这一天呢说不了一句话，就他妈呢话也不多，这放羊娃弄得也不爱说话，就老老实实的哈，去读书也老老实实读，但是老实人读呢，但是天生的确实不那么聪明。”他的分数比我略好一点而已了，就是说不太好的分数都是。哎，有一天，这个孩子的过生日的时候，他妈呢就做了很多好吃的来供养师父。哎，就这个时候说，哎，师父啊，能不能给我家放羊娃做个祝福呀？说好吧。哎，我把这个文殊菩萨的大智慧加持给他。哎。说他这个读书也不怎么样啊，说哎呀，这是神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也不要多说，好吧？我做的事你不要乱说哈，对，就怕人乱说，说了破了师傅说的话就是，不要这样，你别管了啊。好，这孩子是个有福的，哎，好，话说回来一跨了很多年过去了，这放羊娃到4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转运了，就不放羊了。开始贩卖羊毛啊、羊皮呀、什么奶酪呀，哎，当地还有什么冬虫草呀，经商了，哎，经商了，这个他不是摇身一变呢，就他家分的那一块牧场这些东西可发达了，他家那个羊说人家这羊毛1年剪1次，人家他那个1年剪4次，说长个没完，天生丽质这个完了之后，他们家那个地上还长冬虫夏草特别多，挖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天，这好玩吧？哎，就像被文殊菩萨点了彩似的，哎，就点彩了。对，哎，他自然就开始得贩卖呀。有些人来偷着挖就不行，他一开始自己挖不过来之后，说我雇你，他跟人洽谈。哎，说那不行，我不卖给你。但是他也不挖到点，不挖就怕坏了怎么办呢？说你进来挖1个小时，1个小时一人收100块钱，这也乐意。就是其他的牧场的人乐意到他这儿来挖，他家多呀。你看，到他家挖，这我想到就像有人开那个养鱼场你进来钓鱼论时间收费，完了之后买了钓到鱼还论斤再收费，他这个不，1小时100块，任你挖多少都是你的。就一个人，哎呀，他是可发了。慢慢他从不懂到都懂，到别人家羊毛卖的就比较便宜，从他就有他的感觉。他说：“哎，这个时候不是个时候，这是要收的时候。别人想卖，比如说20块钱1斤羊毛，这是算便宜了。他呢市场上都是20。”因为他也有一些存款，他也不乱花钱，他就收别人的，他绝对不是奸商，他就是有感觉，我先收。哎，等有的时候那一阵风来了，也就15天左右以后，他收的也差不多了，他的本钱都快用光了。有人有更大的商来说了，30块钱1斤，有没有人要？他就把它卖出去，他也不贪心。哎，请问不贪心论倍数是多少？%多少？他20块钱收回来，30块钱1斤卖出去50%。这利润不低吧？很高了，挺好的了。他连车的运输都省了，人家到他家来收，他另大帐篷塞羊毛进去，就是感觉舒舒服服的就赚到钱了。光他每年卖羊毛，1年纯利润10万块钱。那在那个年代已经大富了，对，90年以前了，很多钱啊。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家这个福气人家这个福气就是，哎，你没法算了，就是这么厉害哎呀，师傅，这个放羊娃的故事我好喜欢听啊，也会变成我一直会记在脑子里的一个经典的故事了。是。好，那咱们说回现在那今天呢，又有很多朋友们呢给我发了很多这个相貌希望看看他未来的职业诉求命运如何呀？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对，好，先来一个。好的，师傅。先来的是我们美国的一位热心的姑姑为他的侄子 Eric 来请教师傅的问题。
师傅好，我的侄子 Eric 从美国硅谷最知名的大学硕士毕业后，被 Google 录用，已经工作3年了。他的工作表现非常好，老板也很欣赏他。但是最近他自己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出来创业，开发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他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可是他的父母亲觉得孩子在大公司工作，那不是很好的吗？想请师父看一下我那侄儿的面相，他适合去创业吗？也想请师父看看他的未来的姻缘如何。感恩师父。哇，好 ，Eric， 这个还是挺帅的哈。对呀，哎，青年才俊啊，这一看，好吧，那我们就给他看一看他的相哈，师父为他看一下，大家也看哈。这一般相学中天庭饱满啊，因为他年轻哈，因为没那么多的赘肉哈，没有那些虚的肉哈，所以呢还是很精干的。说天庭，你看，也就是这个额头吧哈，方正饱满，哎，这个2个眼睛呢是炯炯有神，啊，这个黑白分明，啊，这个能量充足，哎，能量充足，但并不暴虐。啊，也有人他能量充足吧，充足你看一眼吓一跳是吧？哎，他是能量充足，但还是挺好的，还有温和的相哈。哎，并且这个眼睛与眉毛之间配的吧，是一种很美的啊，英俊的美。对，感觉还是很眉清目秀的。眉清目秀，对，英俊的美哈。对，而且印堂呢也还是算可以，不是很宽哈。就至少没那么粘在一起哈，这个眉毛是比较适中。对，所以他的智商哈还是很好的哈。对，这个鼻相也不错哈，鼻相也不错。那这个嘴呢也是很叫俊秀的嘴哈。哎，俊秀的嘴，所以他的这个天庭的饱满度呢又是比较好啊。哎。那也稍有颧骨啊，稍有颧骨，颧骨不大，啊，鼻相也不是特别强烈那种啊，对，哎，他的问题是，就看适不适合去创业。他现在工作非常好，在 Google 大公司。那在 Google 那就是谷歌嘛哈，这非常世界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哈，是世界一流大公司哈，对，已经很好了。我相信他拿的都是很高的工资哈。对，他这个适不适合创业呢？其实是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他的相中哈，他有俊有秀，啊，对，聪明有才干有智慧，但是呢，当一个比如说大的老板哈，或者当一个高级的官员，其实也有那样的命相。他不是不能创。但是他不能做第一把手，不能做那个主帅。咱比如说吧，这是个董事会哈，他可以成为董事，但是他不能成为董事长。OK。比如说从军的话呢，人家做元帅啊，他可能做元帅秘书或者是副元帅之类，就他不能成为那个最主角。对，主角有主角的相，啊，按照我妈说叫圣人的相啊，你一看有点。那种尊严的那样的感觉哈，他这个少了一点那个，但是他的这个相中的那个秀气哈，就是产生那个智慧哈，其实让他做很多工作都是顺风顺水的，哎，他是可以创业，但是呢，他不能当老大，就记住这个。对。好的。对，并且还将来是一个应该说很有财富的人。哎呀，那已经够知足了，都非常好了，真的。这一点呢，给大家交流一下哈。比如说他这个能量不是适合做大老板的那个呢，就是他的鼻相还不够那么饱满，高挺圆满、锋利、立体、力量这些，其实我这是眼有点又花又浊的，反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还离那种最厉害的相还差了一点，但是聪明度是相当够啊。对，另外颧骨有一点，但是还是太小太低，所以也不太适合去做统治的管理啊。对，所以离那个大老板相差了一点
就是这样子啊。挺好，好的好的。那知道自己的命相以后，就不要去追求无望的那些，那个非要做那个老大的那个位置了。对，就我们做老二，做助手，对吧？做共同创业的人就够了。其实也很好，真的很好。做老大也不容易呢。师傅，那再想请教这个姑姑，还想为这个侄儿再请教一下，他的姻缘怎么样呢？他是个很受女性欢迎的一个小伙哈，长得是很帅的，而且这个人他的与人接人待物的时候哈，无论男女生都喜欢他的人。对，我觉得挺温和的。他是有人气的人啊。对，他比如说和人群在一起啊，无论男女哈，他不令人讨厌。是觉得他的说话呀，他的娱乐呀，总会带给大家那种愉快的感觉，所以大家不烦他，那这样的话就叫有人气嘛哈。那么也有些男孩有人气，他交的一群男朋友，这一帮哥们儿兄弟跟他玩得很好，对吧？但是一遇到姑娘他就惨了，也有这样子的。是哈。对，那像这个艾瑞克呢？他这个相啊，是男女都喜欢他的，所以就是，对，女生也会喜欢他，对，因为他说话的话，他的聪明智慧哈，就是他说话是不伤人的，有些人你说他做事业也能做一点，但是呢，开口容易伤人，他开口伤人的时候，他自己没觉得，是这样子哈。这是那种叫情商不够，这个艾瑞克这小伙子他情商是够的。哎呦，师傅，那我有感慨啊，如果我是丈母娘啊，我挑女婿肯定挑艾瑞克这样的老二啊，我看着很喜欢呐。我不会去挑那个老大的，虽然就是事业做得更大一些，当老大了，但是如果太锋利了哈，这个容易伤到人的话，至少也顾不上家。对，顾不上家。这些大老板他在家里，据我知道哈，很多大老板就是一个月能在家回家吃一次饭就不错了。是这样的。就特别天天顾着家的男人，根本做不了老板，连一个小餐馆老板都做不了。是这样子的。对，那如果是丈母娘的话，就是我会觉得为了女儿的幸福，我觉得像艾瑞克这样的就是男生真的是很适合，也有很好的事业哈，我们也不需要贪到多大多富了，但是已经事业够好的了，已经不错了。他是美国最名校毕业的，名校毕业，名公司工作，对。但是就是他又有一个温和的个性，那我觉得是千里难求啊。对，挺全面的。也从找对象来说，这小伙子是一流的，真的。从找对象角度哈，是。但是大老板绝对不是最优秀的这个找对象的目标。哎呀，人生幸福他顾不上家。对，所以找对象还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哈，就是这样的这个小伙子哈。其实他的这个眼神，他的五官之中，他也是偏事业型的，他也是工作狂，也是工作很投入的，工作狂，上进心的。就是他回家的这个次数和家人一起聚会吃饭的这个次数，比他大老板略少一点而已。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们其实要做事要赚钱的话哈，请记住，付出的多，能得到多，已经很有福气了。对，多少人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很少这就是你的那个财运比较差的人，是吧？所以像他这么聪明伶俐、智慧的孩子，他付出的多，得到的多，其实你家庭其实会增加了很多那种叫硬头货哈。你有钱嘛，所以你的房子住得好，孩子上好学校，你的钱就起作用了。对，所以也告诉丈母娘和这些姑娘们呢，就是你也说恋爱，当然希望说对方是守着你自己最好，对不对？那一个男的天天守着你，也不做事业，有几个女人能受得了？是吧？对。所以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男人回家吃饭多少，陪你多少的这个次数问题。对，师傅这个讲得太好了，这是让很多女孩怎么得到真正的幸福，给他们上好了这个心理建设的一堂课。这些女生们呢，将来成为太太的之前哈，心里也做好一个准备哈。你的男人要想事业有成，他回家吃饭的次数一定会少一些，他才能在外面促进了很多外交，还有很多并没外交，他就在公司里一直在工作加班，所以才会有所成就嘛，才能得到大老板的赏识啊，你才可能被提升啊。当然我们所
说像美国工会那个制度，说6点钟必须下班这个概念的时候，说我乐意在公司多加班，你管得着吗？工会永远管不了管理层，对，你管不着的，对不对？所以你到点就跑，活干的又不好，你老板不辞你就不错了，对不对？所以老板一定会提升的，既能做事，而且有耐心，还热爱这个事业，对不对？而且不太计较的人，最后老板一定会补贴你的。你别去斤斤计较这一点，好吧？好，这我们说的有点多哈。这个艾瑞克这小伙子还是真是一流的，讨人喜欢，一流的小伙哈。好，送他个礼物。好，师傅送给他什么呢？我送给他一个沉香的手串。沉香手串呢，这么名贵的嘞。我希望他呢，然后我这个沉香手串，因为不做假，所以表面上白乎乎的，也有暗暗的一点点这样的深色哈。对，其实这是一种高质量的沉香。它只要这个珠子能戴在你身上，它永远都是有香味儿。但是洗澡一定要摘下来哈。对，它是毕竟是木头的，怕水的哈。对，所以这个呢，沉香你知道能辟邪。对于心脏啊，对于睡眠啦，反正都是有好处的啊，就给你补充能量的，好吧？好。希望给这个艾瑞克呢，能让你事业呀、爱情啊，将来经营的更好，好吧？真是可美了。感恩师父。好。那师父啊，接下来也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妈妈哈，为她的儿子 Philip 想请师父来为他看看相啊。好。他说儿子 Philip 今年32岁了啊，是他的老三。他说去年年底呢，刚从这个物理治疗学校毕业啊。Philip 从小啊语言有发展迟缓的问题，一直到小学1年级才开始讲话。他的学习呢也不太能够专注，容易分心。高中毕业后啊非常努力，好不容易考进了加州大学。那在大学里呢 ，Philip 特别热衷于义工的服务。Philip 呀，心性善良，看到有老年人骑车载的东西掉到了路中央，他马上路边停车下去帮忙老人。也看到过有高中生啊在家门前马路上骑车摔倒，他会把他扶进家门进屋包扎。Philip 是一个超级暖男，但他同时也很固执，他决定的事啊从不放弃。那大学毕业后呢，他就依着他的兴趣先念了运动教练的这个硕士，考过执照，依照他的梦想啊进入了这个全美啊橄榄球联盟的球队做事，每天披星戴月跟着球队东征西讨。在这种高压力和军事管理似的工作环境下，他做了2年，后来决定去念物理治疗。因为他的大学成绩啊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花了3年时间才申请到了一所学校。那去年年底呢，终于他这个物理治疗的专业毕业了。上个星期啊，他被波士顿的一个学校医院录取为运动医学住院医生。7月份的时候呢，他曾经去北卡州的老人院实习。他打电话告诉我，等我和爸爸需要照顾的时候，他会照顾我们，绝对不会送我们到老人院。这让我觉得很暖心。去年10月，他也参加了一个医疗团队到萨尔瓦多，就中美洲的那个国家，帮助髋关节开刀的穷苦病人。他感触良多，好像发现了人生的目标，多年的失眠和抑郁都减轻了。他发心考完他的这个物理治疗的执照后，每年都要利用假期再回到萨尔瓦多去帮助那些人。他现在非常努力地在准备考执照。那目前 Philip 呢，需要尽快通过这个国家资格考试拿到执照，才能进入他的住院医生的训练。想请问师父，他是否能够顺利考过4月份的国家资格考试，以及申请到住院医生，还是会好事多磨呢？因为他不善于读书，不太会考试，念起书来常常事倍功半。请师父慈悲开示和护佑，也希望 Philip 有机会能够找到合得来的人生伴侣，祈请师父慈悲加持，弟子顶礼叩谢。这也是一位妈妈哈，请教师父来为他的儿子、他的老三看看相啊。这个 Philip 今年32岁了，在刚毕业，他的这个物理治疗专业刚毕业，但是也是心地善良，请师父为他看一下。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帅的哈，那
我看这个他的耳朵还挺好哈，两耳这个轮廓分明，耳相圆满，两耳有垂，垂中有窝啊。哎呦，真好哎！就是有耳垂，耳垂呢，耳垂的前方看的时候呢，有2个窝，哎，真的，就好像里面能盛点水的感觉哈。对，那对呢，这也正像面相中的这个耳珠朝口哈。哎，吃穿不愁哈。就是这种人呢，有这种耳垂相的人呢，他就是第一个天生，其实也不叫第一个，人家天生是带财来的。哎呀，如果说的第2个的话，像有这样的耳相的人，其实他的谋生和赚钱能力挺强的。对。那这位妈妈也介绍了，菲利普呢也是，小时候他这个发育哈稍微迟缓了一些哈。对。读书学知识上弱了一点哈。是的。但是呢，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物理治疗的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疗法哈，它不和一个普通坐诊的医生哈无论是什么内科、心脏科呀、全科呀那种，它是比较偏向于肢体类的这个治疗是吧？也有把它称为叫运动治疗之类的，是吧？运动医学就类似这样子哈。其实是不是有点接近于中国的正骨医生加帮你什么拉拉筋呐什么拽拽颈椎呀？等等，有没有类似这样子？加个电疗啊？他会电疗，就是反正是肌肉有肌肉肌腱炎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去过他就是告诉你一些方法，对，物理的这种运动方法，还有电疗来帮助。对。他就和完全吃药的医生就不太一样。对，我看那个 Philip 他在他的经历当中有一段他是跟队就是全美的联盟橄榄球联盟，他是跟着他们当地的一个职业队，就是要辗转在不同的城市进行比赛的。是。那他可能就是随队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医生哈，然后就是很多运动员就是打完一场比赛会抽筋，肌肉。痉挛呐，或者是很紧张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一比赛完的话，马上像菲利普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要放松肌肉，放松有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一场比赛里就是关节受伤，或者是脚踝受伤，什么肌肉拉伤都有。对，他要很快的第一时间采取一些必要的治疗手段和措施的，所以是很专业的。对。所以咱们说回他的相哈，就是说他这个小伙子呢，就是浓眉眉毛浓呢，通常就是个性有生硬，或者比较有个性对，那么第2个呢，他是个单眼皮单眼皮这个眼睛睁得并不大其实眼睛睁得不大又是单眼皮呢，其实通常来说相中也是好相。单眼皮眼睛小呢就藏神，就好像灯泡暴露太多费电的感觉一样，眼中的灯太大也是一种就是相中的一种贼的和这个单眼皮眯缝眼相比呢，眯缝眼的或者藏神，它2个是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优缺点对，那所以像他这样的眉和眼睛这个配起来呢，他是一个比较讲义气的他是有这个道德诉求与道德自我约束的一个人。是。对。那么这样的人呢，通常是讲的义，中国人所说这个义这个义不是给自己的，是利益他人的，这样的行为叫做义。这是讲义气，同时讲义气和这个自私的小人正好是相反的。对，这个义是为了他人的好处。所以呢，菲利普这个相他是有这种就是有情有义的一个人。真好。对，那这种个性的人，其实要做这种不管哪一类医学做医学做医生，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非常合适的，是般配的。对，是。但是呢，这个这妈妈这个担心其实你们学每一项东西没有正式就业的之前都是担心的。所以我给他看的这个感觉呢，还有加上我的祝福其实我希望菲利普呢，这个工作无论这次能不能考上，但是我希望你学会的是坚持。菲利普本身也是爱坚持的人
坚持一定要去做你心中这个目标的这个职业。我认为他是能够做得到的。哎呦，太好了，收到师傅。这个时候我也希望菲利普的妈妈赶紧给他点灯。这个点灯最好就是为了这一项目标，比方说祝福哈，对，就是佛菩萨加持他，佛光照耀到他，能够让他这次考试顺利通过，真的是要点灯的。对。再有师父的这个加持和祝福，真的我们特别为菲利普高兴。对，所以物理师姐这个提醒呢，其实挺重要的。那我呢是希望他，首先我总觉得是对这个菲利普有一种爱护的一份情感哈。那你信任我啊，妈妈让我来看看他的相，啊，以他的综合的资质，还有一个善良的心地。其实我心中期盼着他能做好他这个职业，那我也希望借助我给他的加持力，也希望他能够获得这个职业哈。收到，我们先替他收到。就是但是呢，这个作为妈妈呢，可以给他在佛前呢点灯哈，让佛菩萨保佑他，让菲利普能够顺利的考上他心目中的职业。太好了，因为这就是满足他一生的一个追求哈。对，还是挺好的哈。好，感恩师父。那师父给菲利普也送一个礼物吧。有，我今天给他准备吧哈。好，就是在你们身后的那一幅春日桃花香。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看一看。对，春日桃花香，这幅画的，因为这幅画现在大家拿到都是复制品哈，因为原画就是一件哈，那个也不会出售哈。对，我送他一幅春日桃花香，就希望他能够心想事成哈。对，就是这样。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师父，接下来我们再来目光投到来自台湾的一位网友来分享的，叫施永吉哈，他今年有点年龄了，60岁了。那60岁还来请师父给他看看相哦，指点一下他后来命运，希望未来能够怎么样选择。这个故事会比较长哈，但是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师父好，我是一名新的菩提同修，来自台湾嘉义禅堂，今年60岁了。在2022年的10月，女儿和太太受到学校老师的接引，到禅堂参加课程，特别的受益。回家后，他们分享修炼感受和变化。我们全家会一起观看师父的直播和开示影片。到2022年的12月，我们一家3口进到禅堂参加八卦内功课程和禅修课程，让我明白到师父的慈悲理念和菩提禅修功法八卦内功是真正可以获得健康的妙法。我本身有家族遗传高血压的问题，遗传自爸爸。我们家饮食状况一直以来都是高油、高盐、重口味的。妈妈常常做肉燥饭、卤肉饭给大家吃，日积月累的重口味饮食，还有不爱运动，使得我时不时头晕。我年轻的时候想说大概是太累了，没睡好吧。到了40岁，还是常常头晕，晕起来感觉头很重。到医院检查一看，哎呀，我的血压高达170、180呢。医生立即开降压药给我，还叮嘱我每个月都要复诊哦，还要重新来领药。所以到现在，我的高血压已经20年以上了。我们家经营南北货，是100年老店，我是店老板，每天都很忙，生意也很好。当高血压造成头晕时，我的头晕的就像装了一颗大石头在头上，很重很重，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因为我是老板，需要自己顾店，所以不能请假休息，必须硬撑着工作，整个人是很不舒服的。还有我经营店面收支问题，让我总是心情烦闷，开心不起来。2022年的12月，我参加了八卦内功基础班，初次体验到八卦内功后，感觉走八卦不像其他运动那么激烈，走起来很舒服轻松，我的心情也随之轻松了起来。
课程圆满后，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住家的顶楼一起走八卦。就这样持续了3个月，我的身体也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自从开始走八卦后，血压从急速的忽高忽低的状态慢慢的趋缓了，头晕时的沉重感也减少了，头上的大石头持续在变轻。到今年的2月，我去检查的时候，哎呀，血压值降到了140，已经变成了第1期的高血压。那么第1期呢，就是140到159之间，这个指标的叫第1期，再往上高的就是第2期了。我20年来头一回有这样的改善，昔日的心闷感到烟消云散了，变得开心乐观。我每天和太太有说有笑，还会开玩笑了呢。太太说我看起来比以前更有精神呢。之前因为高血压造成头晕，脸上看起来没血色，很暗淡。现在的我脸色变亮了，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传授八卦内功。师父，您的短视频中有提到过关于阎王爷的3把刀，告诉我们鼻子3根处有条褶皱的时候，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当下我不仅惊讶，也心生担忧。我的鼻子3根处恰好也有这条皱纹，耳朵上也有斜线，非常的担心未来会患上心血管疾病。我的女儿今年才13岁，我想尽父亲的责任，陪伴她长大，看着她成长茁壮，步入社会，拥有自己的家庭。请问师父，我的身体上是否有潜在的心血管疾病尚未爆发出来呢？请师父指导与开示。我们家的店铺啊，每天都很忙，生意也很好。生意的对象呢，有外汇的餐厅、小吃店等等，还有料理食材的贩售。我们买卖双方都彼此信任，关系良好。只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经营南北货至今，合作的店家拖欠货账、货款越来越多，已经到了400万元台币了。我为了增加店铺的资金收入，又增加了一个买卖的项目，就是电子磅秤。但是电子磅秤的收入很少，也没有怎么平衡到南北货的收支。期间有一些欠账的合作商人都已经离世了，他们留下的大笔金额的账目就形成了呆账，无人偿还。我只收到了很小的一些数目的小账款。随着时代的变迁，小餐厅这边的营业额也越来越少，南北货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可是我想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在更好的学习环境中成长。我在思考是不是要转行增加收入，借此存一点钱给孩子未来学习用呢？可是我也已经60岁了，很担心转错行业就没有回头路了，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生计。祈请师父指导我应该转行去增加收入吗？还是继续经营南北货？另外，我们是在住家1楼开的南北货的店铺。我们往店内走，左手边有一口井，这口井是祖父留下来的。我们家的屋龄都有58年到60年了。这口井在房子还没有建造时就有了，到现在井里还有水，井口用铁片盖住，所以我是不知道井里的水是不是活水。一直以来，我们都将橱柜压在井上展示商品。我有的客人也来说，这口井是我们家的财水呀。请问师父，这口井是否对我们家或者店面有影响吗？如果是不好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这口井呢？感恩师父慈悲的指导。这个有意思哈。哎呀，很长的一个故事哈。首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学员。对。他挺受益的。非常受益。他的高血压是家族遗传性的。对，像去年我们讲的阎王爷的这些事儿哈。对。这几把刀的事儿，对。他脸上他都听了，他真看到有。对。他一看也心慌啊，他都有啊，3把刀。对呀，所以在医院一查，他的几项都高。对。而且经常头晕头疼。对。其实很多
症状都显现了。他这个潜在的这些心脏问题啊，就在他的脸上哈，大家都在看，在他的脸上就有严重的心脏，说不定会有心梗的潜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的肝脏也是淤积了不该淤积的东西哈。肝脏，我也认为有问题。但是因为他现在因为来修炼嘛，对，他那些指数他说了已经都降下来了。对，血压开始降下来了，对，因为有几项东西如果不降哈，就是这个病呢，它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来。比如从心脏爆发出来，你觉得是心脏病。就从脑血管，比如说出血啊或者爆裂之类的，那你觉得是脑血管问题。但是如果肝脏出了问题，你说是肝炎哈。对，就看它从哪里爆出来。但是幸亏他还是练了哈。现在练还来得及。但是呢，他这种因为我大约就是因为三高而让他身体的这个情况哈，某些东西已经形成我们认为叫实症。也就是现在他消下去了，请你千万别停下来修炼哈。要不然它会就像这发芽一样，它会继续长哈。对，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具有规模性的疾病，所以你不能停下来，要好好练，保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把它那个疾病的那个部分那个根儿也给它消除掉了，这个才算是安全的。但是有点年龄呢，消这个根不容易，要多坚持一段时间。太有必要了，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这是他的健康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我想看到的，所以对于心脏啊、肝脏啊，乃至影响到他这个消化器官哈，对，都是不行。就是他的下眼皮还是有浮肿哈，也影响到了肾脏哈。对，那他的现在就说回他的风水事业的部分呢，就是他这个面相还是一个，正像他说的。他是一个小店老板嘛，小老板，每天都挺忙，生意也不错，还行。对，就是这个施先生是个有钱人哈，对，是有钱人，因为是继承的祖业哈，对，他没在外面打过工，就直接可能学校毕业就在这儿来，当时可能跟父母亲一起卖这个南北货哈，对，长辈走了之后，他一直自己在经营哈，生意还挺好的啊，所以这都不错了。但是他现在呢，希望他生意更好。咱们说回他的问题哈，希望他生意更好，让他的小孩子得到一个很好的读书啊什么之类的。对，他其实现在就是会有点影响，就是说一个是呆账比较多了，就是赊了，就是东西赊给了其他的客户，但是回款不好，就是经常会形成回款不好的情况，所以他有一个念头说，是不是要去转行？所以现在很困扰他的是要请师父帮他看一看相有没有这个转行成功的机会。但是他没告诉我他转成什么行，他就没说。对，我觉得台湾每年不是每4、5年选一次总统吗？我的建议去竞选，当不了总统当县长也可以啊，但不是这个年龄要不要？人到60岁哈，除了到老人院大家都比较要。就是到正常去上班打工发财的地方，一般都不要了，对不对？除非你是个世界级富豪，所以一般人这没有地方要了。那么对于转行来说哈，人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尤其40岁以后转行，就形同于把一棵树哈，来挪移一棵树。因为这是一个农村的一个行为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感受过，因为自己没感受过。像我都移过树，移植过树，容易吗，师父？不容易，不容易哈。移植树哈，像我那个小时候移植树的这个存活率是多少呢？大概应该有10棵里头有3棵到5棵会死掉，它挺危险的哈。对。那所以这个40岁以后的人转行，就形同于移植这棵树，那么一棵小树如果不是很名贵，移植死了没种活它，可能人也就觉得无所谓，不然再多移植2棵，反正总有一棵活吧，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正在经商经营了多半辈子了哈，到60岁左右了，应该他的这个店应该他自己经营也超过30年以上了嘛。是。那还有没有
你还有没有对其他事业比你这个南北货还更明白和精通的行业呢？应该不太会有。对呀、他如果好认真经营，时间精力都花在这个店上，他自己说做老板从早忙到晚，都没有一口气歇着的。他所以呢，就像前面我讲那些投资上当一样哈，就是不要做你不懂的行业。我相信施先生只懂你的南北货，虽然你觉得还有一些呆账赖账，还有是赖账的人已经死了，对不对？你经营了超过40年的店，甚至到100年的店，今天的欠款才400万台币，就是10多万美金，这等于没有呆账和赖账。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就算够好的了。你像卖菜的话，会不会扒下去说，你看这个表面皮上不新鲜，尤其是白菜，对不对？对。就再扒掉2层，损耗。再放1个礼拜又没卖掉，再扒掉几层，要不然你一点钱都卖不了。损耗。这叫自然损耗。对。开餐馆的呢，你看那个客人，还有的说，哎，今天你炸出来这么多东西没卖掉，很多人不像麦当劳，对不对？麦当劳今天剩下的赶快就送给这，送不了我就扔掉，对不对？那一般人开餐馆，今天做出来卖不掉，留着明天继续卖。所以大家到中餐馆经常吃饭，吃到一些放坏的馊的食品，混合一下，实在不行多放些调料，你也吃不出来，或者大家吃出来也已经习惯了，噻，一瞪眼就咽下去了，就别找老板麻烦，老板也不是好惹的。是。你找他去退，说不定拿新鲜来了还吐了口痰加进去，真的。说不定你还吃了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餐馆哈，吃到什么样就什么样，大不了你扔下就走，要不换个餐馆吃。如果你经济没那么宽裕的话，也要换来的是一肚子气或者肮脏的东西拌进去，都是有的哈。是。好了，那说回你到中年以后，尤其是60岁之后，老先生你要转行，转啥行呀？谁要你啊？还你精通啥呢？我觉得你最精通就南北货。这个时候来转行，形同于跳楼房。反正你们家有个井，你自己知道怎么是方便的哈。所以不要去怪什么井风水不好，不好你还经营这么多年，你生意还不错，对不对？你要有感恩的心，感恩你家祖上留这口井给你啊，你不能骂你老子，对不对？所以要知恩哈。那以你存下来的钱，你经营这么多年，你女儿上个好学校，难道一点存款都没有啊？你还是不是个华人啊？对不对？那华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挣了钱存点钱的，对不对？对。还有孩子，那能不能读好书？学校确实很重要啊。是。但是多少叫做够和满意呢？没有的，没有绝对叫满意，知道吗？还有很多家长花了巨大的钱，把这一个笨孩子送到一个特别的贵族学校，去了之后越到贵族学校，越显得你是个贱民，你孩子听不懂，跟不上。是不是啊？不是人家不贵族，是你太贫贱，你的脑子太贫贱，读不懂，听不进去，消化不了。所以啊，儿女自有儿孙福啊。但是你呢，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相信你的存款足够了，够读多少学校就去哪个学校就完了，好吧？你实在不行，我给你介绍到马来西亚，还有免费学校，好吧？都是可以的哈。对，所以不要用这个为理由说你要改行，这岁数了改什么行呀？不可能的事儿。因为说白了，我这么说实话，你别不爱听哈。其实跟你算是结了一大笔，包括保了你的命哈。对。你想，你如果改了行，干啥干别的不懂，一下赔了钱呢？对，你怎么活？全赔了。你别说让你闺女读好学校了，你连个班没地方上，你怎么活？对不对？你是一个有尽职尽责的个父亲，你怎么有脸见你的宝贝女儿？对不对？讲得太好了。所以把你自己那个店经营好，你还净胡扯的买什么电子秤，是不是啊？你干脆卖它美容膏算了就，对不对？卖电子表，卖 iPhone，是吧？卖洋葱，啊，那些你不该卖的你瞎卖，还买电子秤。我给你介绍，你干脆卖特斯拉汽车算了，你会吗？没这本事吧？没这本事把你南北货好好经营好，是你经营的手段还需要再增加一点就可以了。那钱什么叫做够？只要挣钱能养活一家人吃饭，是吧？还有你生活中稍稍节约一点哈，你不要一顿饭8个菜1个汤之类的，那谁也不够花呀。
所以你自己在台湾多少收入你自己心里清楚的。我认为你生活还是挺宽裕的，是小康的一种家庭生活状态，挺好的。你的脸上写的你是个有钱人，你还装没钱啊？不要哭穷，不要哭穷，不要哭穷了哈！哎，你的风水不错，幸亏有那个井哈。对，你就别怪你那个井，我再给你出个主意，把它填了啊！填了之后，第二天你就没生意了哈。哎，所以要有感恩的心，去敬爱你所看到已经拥有的这些，你没有感觉它给你带来伤害啊？那你为什么想到井对你好与不好的事儿呢？对不对？先学着感恩，感恩曾经的拥有，甚至是感恩曾经带给我痛苦与磨难的人，对不对？因为只有磨难才让你长智慧，对不对？所以你要学会感恩，好吧？所以直白建议不要转行，好好经营你那个南北货。这我看你那个南北货里头那个照片吧，你那个里面摆的连仓库都不如，我都不知道你生意怎么那么兴隆，你们邻居怎么那么好打发，对不对？连杂货铺都不如。所以你那个要学会一下，你给那个广东人、香港人学一下，人家怎么摆这个南北货。温哥华也有啊，好多，马来西亚这也有啊，很多很多，人家摆得很漂亮，对不对？干干净净的，你看你那个像个大杂院似的，对不对？所以你先把自己的工作去好好研究好。你本来就是个聪明的人，是不是？你看你那种眼神多不是狡猾，有多聪明啊，是吧？你那么聪明，好好做好自己的业务，千万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好吧？对，对。这就是我的建议哈。好，再议论一下你的相哈。就是你的相上额头上看着就是个富人，不是女人哈，是富贵的人哈。你说富人是女的，你的富人哈，太好了，是富贵的人哈。你的眼睛是带着聪明智慧的人哈。所以你那个小招数特别多啊，不次于诸葛亮，是不是啊？是个5个指头在手指上掐，好主意就出来了啊，对不对？还有以后增加一点，你现在也练八卦嘛，好好练功，你的身体运转起来，你的大脑聪明度是够的啊，你确实是一个天生的商人。其实你做人也不是那么大方的，你也是个刻薄的家伙，因为刻薄小气，所以生意做得也不错，但是因为刻薄小气，生意也不会做太大，就是这样，所以各有利弊，就自己开个店正好符合你的面相啊，对。就是这个店的规模大小也很符合，是不是？符合他目前的精神状态。这个他也觉得他要多赚钱，他要把它给改个行的，对不对？你改行卖啥呀？就是，挺好。所以一定要做自己熟悉的行业，对不对？是。不管社会多么变，科技怎么变，你南北货是不可缺的。都需要。其实南北货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师傅就是什么红枣啊，什么豆子啊，什么红豆、黄豆、坚果啊，对，各种干货，甚至是西洋参呐，对罗汉果啊，是，就是都什么，就是有点像南方的土特产和北方的土特产汇合在一起的感觉。杂货铺。对呀，这和今天的科技和谁当总统没有丝毫关系，你就好好经营好自己的那种你的这个同样这个杂货铺的内容，经营好它，多动动脑筋，越走八卦哈。还有呢，可以求咱们的药师佛，求咱的观世音菩萨到咱的禅堂里去，是吧？他不是在嘉义吗？对。哎呦，嘉义那里啊，黄财神。嘉义对咱的佛和咱财神爷都是特别灵的。你多去拜一拜，好吧？多去拜一拜，你就会可能会给你一种好的主意哈，让你经营的更好。反正我看你那个摆的那个货柜上哈，那根本就是我真瞧不上眼儿，我真有点瞧不起你这个老家伙。你怎么经营的？你还竟然赚了钱，里头弄得像破烂堆一样，那哪叫一个店呢？那比我的仓库都差，我的仓库都叫井井有条，你找个螺丝钉都能找得到。他你那个破铺子里头放的都是啥玩意儿啊？你还能发财？所以就是你这人天生这个富贵命啊，没办法。真的，他是随便卖，躺着卖都能赚钱啊！你还得感谢你们家有个井哈，所以就不错的。那个井一定要好好护着。你还问我那井水是活水还是死水啊？废话，凡是井水都是活水，要不然你们家不给淹了吗？对，它到一定的高度哈，它不往上涨，它就流走了，它就干了。
地下那个水也叫一种水的龙脉，知道吗？是一种叫做地下的水的微血管。你挖到这个微血管上头，它就像自来水一直往里流。但是这个微血管它一直延伸出去的，你祖宗只是半路给它截了一段儿，所以它到了一定的水位以这个压力之后呢，使它继续往外流出去。所以一般井水过去挖的这个土井的水都是活水，问的就是外行话，不务正业啊。好了，这可以了，你还是个挺富贵的命的哈，好好练吧哈，不错不错。感恩师父的教诲，太重要了。说话有点难听啊，我看他就比较亲切，所以说话有点口不择言呐。真的是亲啊！我相信，如果石先生现在在看直播，肯定也是哈哈哈哈在那儿笑。对，他其实他一个是有这些三高的问题哈，但其实呢，我记得他那个侧面照片你这有没有哈？侧面照片。他这个耳相还是圆满的，是不错的。这样当我们的耳朵轮廓分明是他这个大脑清晰度是不错的。但是呢，确实要好好走八卦。你那个像他这个腰部以下的脊椎都有受损伤常年可能贴膏呀，要做按摩呀，心脏已经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好好练，可能问题就不大。隐患是有。但是其实呢，细看人到了一定年龄，人都是有隐患的。其实每个人隐患是不同的方向，所以你的隐患不是那么迫切的严重，好吧？所以你好好练，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应该问题都不大。好的。好，送你个礼物哈。看看这是啥？真火石哈。真火石帮他增强能量，增强他的能量，增强你的元气让你元气十足，眼睛明亮，声若洪钟身体倍儿棒吃啥香。对，还有呢，你的这个能量强了之后，你的生意都会好。收到，是这样的，这是真的哈。好，祝福你哈，史先生哈。感恩师父大加持。好。那师父，接下来给您带来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小陈好，他也是想请教师父关于他事业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师父您好，弟子今年已经44岁了，弟子呢在一家公司服务了20年07个月，至今仍然得不到老板的青睐，但总是有重大的任务或项目的时候呢，老板就委任于我。尽管如此，升职总是难轮到我。我也曾经想，为什么我还要那么的拼？每一次任务到我手的时候，我都尽心尽力地把它完成。可是反之，有些同事们呢，都是得过且过，草草了事。可是升职加薪都能够得到。就想请问师父，我在这间公司里是否还有机会呢？我也曾想过，再过2-3年我就放弃这份工作，因为弟子想从事买卖榴莲的事业。就像现在这个榴莲档口可以让人坐着慢慢的享受，我就在那里买卖榴莲。弟子的父亲呢是一位农夫，2-3年前已经种下了许多榴莲，一旦可以丰收的时候，弟子就可以向父亲买榴莲，然后卖出去。那就想请教师父，我适合从事这样的行业吗？还有一事想请师父指点，就是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屋子后面大约200到300米建起了高电压塔和高速公路。这还适合居住吗？我和太太也尝试着找新屋子，但是因为价钱太高，无法达成。我们现在也还等着另一个代理发展商的消息，有关一个新地段的发展。本来应该去年发布这个项目，但是迟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这个项目的屋价呢，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寻找，也想请问师父，我们能等到吗？感恩师父的指导。好，那我们一项一项说哈。好，就是我们先说他最后一个问题。就他现在这个居住的地方离高压线呢在100-200米，200米左右。其实是我的说实话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观点，是你的观点，现在是我个人观点，离高压线越远越好。200来米呢，其实还是有点近啊。对。所以他呢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哈。这个说如果有条件，将来换个地方住是可以的。至于说现在你买房产，因为疫情这个刚刚过去啊，虽然没有完全收尾哈，各国政府经济上扛不住了，所以才开放的哈。所以之前与建筑工程相关的事情，就是因为疫情给搁下来了。通常我觉得你等个1年半载就出来了。大家各种的公司啊、工程啊都已经恢复工作了，你就赶快注意盯着哈，最近会有好消息的哈。好，感恩师父，收到。说回这个小陈的，我们是这样从2方面简单议论一下哈。就先说小陈的这个问题，之后再议论他的相哈。好。他这说的，在这个他是学 IT 的嘛哈，对，就是电脑类的这个东西。他在一个公司呢工作20来年，是好像不被老板赏识啊，然后后来的人还总容易提升啊、涨工资啊，可是他呢就是一直停滞不前。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心里不那么愉快啊。因为他爸爸开始种榴莲，记住哈，不是已经丰收好几年，开始种榴莲了，所以不然去卖榴莲吧。我长话短说吧，就是那对 IT 熟悉，还是你对榴莲熟悉呢？做了20多年的 IT 了，没卖过榴莲。对，以前就是吃榴莲的，不能因为说能吃会吃就会卖。咱作为东南亚人的话，谁没吃过榴莲呢？是，对不对？咱们还吃了好几回了呢。是，所以这个吃榴莲和种榴莲，还有去经销榴莲哈，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叫职业需要选择，需要选择啊。其实什么都觉得，我们都以为卖东西只是一个没什么技术专长的，其实不是。专门有人这就特别会销售。比如说人家弄一个榴莲摊儿，你弄一个榴莲摊儿，人家这一天哈卖了4吨，你卖了4个，真的非常有可能。真的。就是行行出状元，就是因为说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技术与门道，对，还有很多知识我们是不知道的，对不对？我们过去仅仅是吃榴莲的消费者，你不是经销榴莲的商人，它里头有它的诀窍，何况他爸也是刚种榴莲，对不对？再有兄弟姐妹，榴莲园将来归谁呀？有没有争议呀？对。还有，如果你爸种的榴莲如果不能丰收，请问今年你卖什么？你一定要想到退路，对不对？对，这个。你和其他榴莲商有没有联络？其实你要做好准备的。你光指望卖你爸的榴莲，恐怕不是一个理智的行为，对不对？你要保证供货呀，对不对？对。所以卖鞋子的人，通常都不是生产鞋子的，对不对？是。如果你们家能生产1种球鞋，就算是不小的工厂了。说你这摆了50种各种各样的鞋子的时候，能是自己生产的吗？如果有50种鞋子的生产，都是你们家生产的，你们家比那个什么阿迪达斯那个公司都大，你肯定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说，经销就是经销，就是销售就是销售，制造就是制造，这是2回事儿哈。对，所以我们是彼此羡慕的时候，你要想改行，你了解吗？如果不了解，轻易不要动。这是我的一个奉劝哈。非常好，感恩师父啊，又劝住了一个不理性的投资思路了。但是他得说，你看我又挡住他卖榴莲发财的机会了。如果不理解我的话，那如果还不理解，我们只能转到他的相上来分析一下哈。来看看。大家知道我说相是不隐瞒，我也嘴下不留情的哈。好，小陈，做好心理准备啊。咱们是感恩师父给你点出来的。坐到椅子上哈，手抓住扶手哈。对，天庭非常饱满，就是额头，你看非常高、广、大。眉毛挺粗，眼睛不小，还是双眼皮。双眼皮男人来说是秀丽的眼神，鼻子确实像鼻子，不小，嘴巴也不错，耳朵也有啊。
就是他的五官是匀称的。要不要让我说但是啊？就是在等着呢。我等着我就怕让他生气啊，他都系好安全带了，师傅，没事。可以。好，眉毛不是先说从头顶说吧哈。好，一个男人，当你的头顶的脱发太多，因为他才40来岁，对不对？可是你的谢顶谢的有点过了。那头顶的头发的多少是与你的元气肾气正好成正比。头顶上的这个头发脱得越多，就是你的元肾气的能量消耗的就多了。消耗多到什么程度呢？你的脸上有一个表，那个表就是眼神。所以头顶过高，元气太少，元气少到什么程度？两眼虽大而无神。无神则无能量，无能量则无灵感。所以你坐在那儿是脑子是不动的。所以没有精彩和非常有效的工作效率，老板留你做活就不错了。还是因为能量太匮乏了。两眼无光啊，这样的人做工作的时候呢，是没有工作的热情、激情乃至爱情，对这工作不爱，也没激情，也不喜欢，这叫做吊儿郎当，就是不认真去面对。你没有这样一种非激情性的做这份工作的话，你做不精彩，老板用你就不错了，就是这样子。其实找到了这个病症的要害点了，师傅搭脉一搭上去，还没搭呢，病症看一眼就知道了。看一眼，对，实际上这是能量极度匮乏。对，我说这个你小陈，你千万不要生气哈，生气算你傻，那就更无神了哈。生我的气对你也不好，所以你只有好好修，让自己哈。其实你太太孩子都盯着点，等有一天你一照镜子或者自己拍一张，你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的时候，说不定你当老板了，你卖啥卖砖头都能赚钱。太好，哎呀，知道吗？是能量十足，声若洪钟，说话底气十足，对眼神明亮。老板一见了你，就是说咱俩换位算了，你当老板了，会有这种感觉，会这样子，真的，你都会有了领导力，知道吗？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的眼睛哈，这个好坏是占了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重来。好的，师傅，这样一解恍然大悟啊！这个不是老板的问题，也不是那个榴莲的问题，是我们小陈自己能量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不愉快感与别人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的问题，都是自己问题。精彩！一定记住这一点哈。大家再看看他的那个脸，再看看他的眼神，大家看，你看他连眼皮旁边，连挨着眼珠那个地方都在发亮，就是眼睛不发亮，对吗？是。额头眉毛上头那个眉框子都在发亮，是吧？可是鼻子头也发亮，可是就是眼神不亮。朋友们请记住，我就泄个底哈。看一个人的能量与福气，请看眼神。其实在头2年我给大家讲了很多知识之中，其中我不断的在透露着眼神与富贵之间的关系。当两眼无神有点麻烦。两眼无神，第一个做事没有动力，吃饭没有胃口，遇到爱的人产生不起爱的感觉，是不是啊？还会腰酸背痛头发懵，干活不是腿肚子转筋就是扭着脚脖子，还容易出事儿，因为能量不足呀。是这样的，做事没激情还容易产生口臭，还容易产生心脏病，还在他的脸上说大便都不顺畅。而且有时候心脏会不舒服，都在脸上写着呢。那是吧？小陈恍然大悟，才40来岁，你看看我们这个颧骨两面颧骨上是不是都有干斑出现了？对不对？会有未老先衰之象，这个能量消耗的有点多了。睡觉也睡不好，眼睛还有点发青。你看下眼皮发青，下眼皮发青是肾气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哈。所以呢，他的眉毛眉形虽宽大，但是呢，不是那种有一种条理性的哈，
所以他是天生个性还多愁善感。哦，是这样的哈。哎呀，鼻子不小，但不锋利。所以我是看惯了之后，一眼就看说，虽然大，但是有力。就是有些也挺高，一看像雪糕，是吧？雪糕就是 ice cream 挂在一起之后，它是有锋利的感觉吗？对不对？它不像个牛角一样，一看那种力量感，对不对？像竹笋也可以，也有力量感，对不对？犀牛角也是有力量感。可人的鼻子哈，同样有高大，但是有的鼻子一看这种力量感，还有这种秀美感，是吧？但他这个呢，鼻子确实不小，但是力量感弱了一点。力量感弱的人，这个人好处是什么呢？他为人宽厚。对，性格不一定好，但是为人宽厚。宽厚。他是个内心仁慈的人。哎呦，那是很好。所以他对人，其实他对家人哈，对太太、对孩子、对父母，都是怀着深深的一份情。但是他的能量不足呢，这份情表达不出来。哎呀，遗憾。是这样的哈。有方法呀。对。好，师父，那我觉得小陈因为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病症的原因是能量不足，所以他问的问题就不切题嘛。他还问去不去那个卖榴莲合不合适啊？那我来替他问一个问题吧，也是来请教师父。说吧。那这样的话，小陈用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来补充能量，能够让他改善自己的这种困境呢？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到我们禅堂学走八卦。走八卦。你走上就是1天1小时，不要多了哈。1天1小时，100天之后，也就是100个小时之后，他的就这张脸上这张照片，自己照一张，让太太看就已经改变了。比如说嘴唇的颜色变好看，变鲜艳了。眼神变得有亮点了。颧骨上的斑变淡了。气色变红润了。你知道我说再严重一点，也不是吓唬你哈。今天以你的嘴唇的相来看，就是你随时会产生心脏的类似心肌梗塞之类的问题就会爆出来。你看你还年纪轻轻，对不对？对，看你的忧郁的话，我说的话是不是对？你听的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充好汉哈。你真让我看，我也不能骗你，我就真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照着我说的去改变。哎呀，太好了！第一个就先走八卦。先走八卦。好。第二个，你抽空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周末的时候啊，一个陪陪孩子啊，陪陪太太啊。如果这些陪着他们，最好到禅堂做做义工。到人群热闹一下。其实会给你增加能量。记住这一点哈。其实让你有点就是做义工做功德的沾沾边儿。沾沾人家的喜气，你的能量都会变好。哎呀，太好了，师父，真是2条出路同时走，就快速的帮他恢复元气，补充能量。最主要是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所以从工作调动来说哈，就是易静不易动。工作别指望着换。对，守在原处做好它。我觉得我替你都感谢你老板了。你这个没激情感哈，要是换那种做高科技的哈，很多老板是非常厉害的。做不好又在年龄又不精彩，去掉你，立刻就炒掉了。所以要小心哈。是。好的。你赶快去来修哈，把这些能量变充足一些哈。那也是为你，也会为今天我们所读到所有的案例的网友呢，我会在佛前点灯，为你们加持与祈福，好吧？太感恩师父了。好，我送小陈一个什么牌 ？King 的电饭煲哈。对，这个电饭煲特别好用，煮饭可香了哈。送给小陈哈。好的。给你补元气。收到，感恩师父。好的。师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年轻人哈，只有19岁叫 Lucas， 来自于新加坡。他也想请师父给他看一看相，最主要他也是碰到一个选择的难题了，要请教师父。师父好，我叫 Lucas， 今年21岁，来自新加坡。我10岁的时候，父母就带我来到菩提禅修，至今已经有10年。我从小就有严重的鼻窦炎，经常鼻涕流个不停，出门都要带上很多包卫生纸。后来经过修炼大礼拜，我的鼻窦炎好了。后来我也参加了健身班，学习大光明、
我从小就喜欢艺术，在禅修后，我觉得创意增强了，经常在修炼大光明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灵感，非常的专注。我的父母和老师都说我的画画提升了很多。在我11岁那年，参加了全国知名的绘画比赛，获得了青年组的季军。我还上过2期菩提禅修青年营。我原本对未来感到比较的迷茫，但参加了青年营后，我定下了人生的目标，也明白坚持和勤奋的重要性。我很有幸能得到师父亲自的指导，师父鼓励我继续往艺术的领域发展。我定下一个目标，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并且还能够给社会带来利益。非常感恩师父的加持和指导。后来我报读了理工学院的产品设计科系，我发现在禅修后，我总是能有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新点子。每逢考试，父母也都会为我点灯祈福。在理工学院的3年中，我每年都获得奖学金，还多次上了学校的荣誉榜。最终我以3.98的优异成绩毕业，这个满分是4分，是全校前几名的毕业生。在毕业展上，我的产品也很受瞩目，还接受了各大报纸媒体的访问。访问时，他们问我，在你生命中，谁给你的启发最大？我回答，是我的师父金菩提宗师。是因为师父的鼓励，我才勇敢地追求梦想。因为师父的教导，我的耐力提升了，在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都能坚持下来。我从师父身上也学到，一切都要以慈悲为本。我将来也想像师父一样，去帮助和利益更多人。目前我在当兵，之后会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与媒体专业。我在理工学院读的是产品设计专业，但我对于3D 绘画也很感兴趣。平时业余时间会去学习一些相关技术，并练习3D 的绘画。我未来的工作还是想做设计行业的。想请问师父，我应该继续就读我熟悉的产品设计，还是做我更感兴趣的3D 绘画呢？另外，我也有计划开个网店，卖自己的产品，例如3D 画作和我设计的玩具模型。想请问师父，我将来适合创业吗？感恩师父。这是 Lucas 小朋友不能叫小朋友了Lucas 的一个对请教的问题。年轻人。对 ，Lucas 还挺杰出对，非常优秀。很优秀。对，在好几年前呢，我就和他聊过天他也上了我们的青年营。和他妈妈一起给他还看他学校获奖的画，他画得非常好，真是很有创新。对，年龄很小就有一个就是绘画天才的那样的一种气势就产生了但是我看他后来又发明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孩子还是很聪明，很善于动脑筋还很有天才的人对，哎呦，获奖不少师父。是他自己也说很喜欢禅修，每一次禅修后就有灵感，所以他经常有好主意对，那之后呢，他现在当兵嘛因为新加坡这个年轻男子都要当兵服兵役。兵役完了之后呢，他上这个南洋理工学院，也是世界数1数2的非常优秀的学校他问的我这个，从他的问题来说问我说他喜欢设计类的，还是要选择那个3D 动画。你知道很多青年人已经看到，就是做一个3D 动画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对，但是呢，苦于自己没有绘画的功底。那么这个 Lucas 这个绘画功底非常好如果不做3D 的这个学习的话，就太可惜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他来说，这是一招精哎呦，非常好，这个建议太好了。对，把这个3D 这一块应该去做好它。在当今像大家看到的动画片，甚至很多高科技片，还有类似一些神话虚幻的片，当中很多那种这个人好像比如像孙悟空，
对，瞬间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个金箍棒瞬间到手等等，这些都是3D 做的。还有那个妖怪瞬间有和没有了那个变化，很多都是用动画画出来的。非常需要。就是这是电影中到今天你要做成一个，比如说一个建筑设计师，或者建筑的再低一点，就是装潢设计师，室内装潢设计师，人家要怎么做呢？你这个房子和你装潢的样子都要用画出来，画成3D 的，还能推开门进任何一个房间，还可以看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感觉像在实景当中一样，就以为推门自己进去了，真实。可是呢，你是用的是这种3D 的，但是画的也和真的一模一样，它需要功夫的。所以今天你哪怕是卖房子的人，今天在网上将来都要推出来3D 的看房这个房屋这个图，对，人们在网上就可以推门进去，看洗手间里面装修什么样卧房长什么样子呀，这个厨房的样子呀，和真的一模一样，而且它那个尺寸大小，每个地方都标识着这个数字符号，你都会看得很懂，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3D 的这个制作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了。未来都是虚拟，就是很多在虚拟上面的，就是网络上，对，网络上或者电脑上。所以可能就是更需要这样子的人，就想体验在网络上能够像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3D 的制作3D 的这个画家结合这个电脑工程师这现在和接下来的未来是非常吃香的一个行业，因为他有这绘画基础很难得的。有很多人想学是因为没有绘画基础。就是他只会让他动，但是他不会让他画出来本样是啥样。但是我们 Lucas 有这个功底特别好的。对，如果他去南洋理工学院读的话那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别错过这个机会。主攻3D 好，对，好，那师父，我们来看看他的面相，好吗？好。好，大家能看到这个额头从额头上来说，你看够不够宽？那个开阔感够吧？挺宽的，够宽。好，额头有没有白亮的感觉？白和亮有吧？有，就是有光有光润泽。还有眉毛美不美？他这个眉毛像不像男生的那种粗黑他倒是眉形还蛮秀弯的那种。他有点弯形，对不对？是，就说明这个孩子他的情商高，灵活，而且不容易和人发生直白的顶撞。像长出个大粗眉来，横横的，像一块砖头那样的，那非杠头不可。他就柔和，所以他见人给人说话的时候就是知道转弯。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知道该转弯转弯，不转弯不就撞了吗？是吧？对，他遇到人不同的人说话的时候，他的转弯程度。还有一个弯的眉毛呢，是有艺术天分的人。正好应景了他嘛。他不光是眉毛弯，眼睛还是弯弯的。是，他的眼睛到眼角的地方还挑起来一点。对如果女人长这种眼叫凤眼，是吧？凤眼。甚至也有人说狐狸眼就他这种眼呢，这种弯弯的这种柔美感因为他喜欢艺术，他从小画的画就获奖的嘛，所以他是一个艺术天分的人。好，还有呢，鼻子高不高，大不大，挺不挺？挺高挺大的。我们和刚才那个小陈比的话，他的鼻子高大挺，和有没有觉得有力量的感觉？有，你不懂的话，你对比就懂了。一对比觉得，这个就是高挺大有力。那一个人无论男女，你的鼻子能达到立体、高挺、有力达到这一点的话呢，就可能你的人生的运气会更好一些，就是容易叫事业有成。看着卢卡斯有没有颧骨呀？有呀，他正好咧着嘴，有点笑吧是，你看2个小颧骨就露出来了。
那说明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领导力。男人有颧骨啊，他是个好事，做事业有领导力。有领导力的人，你没有领导力，说啥大家不听。有这个颧骨长出来，他有权力感，他身上有权力的那个威势。他说了，底下人就乐意听他的，这没办法。还有嘴够不够开阔，够大吧？挺大的感觉。真的。我们也看过他闭着嘴照片哈。好啊。那个比例也是挺大的。他就是这个嘴哈，男的这个嘴啊，稍微开阔一点哈，其实是好事情。从比较俗话来讲哈，这个嘴大吃四方，就男儿嘴大吃四方。但是女人嘴大有点差啊。对，就是就是男女比的话，女人嘴大不如男人嘴大好。就是你的叫识路宽广。多好啊！这就是你去赚钱谋生的这种路子是比较开阔的。男人忌讳的是嘴小。你像咱们前面这个台湾开杂货铺的这个施先生，他就嘴就比较秀气，对不对？所以他这一辈子只开南北杂货铺，对不对？他的嘴的比例会小一些。对，他会守住一个行业去干下去吧？是呢，因为实路会窄一点。像卢卡的那个老嘴哈那么大，像狮子嘴似的，他可能将来还会有一些职业上的变化。真的呢，你看，对吧？这个也是。你看这个嘴还是开阔一点嘛哈。对，这个还是好几年前的。所以这个男生嘴开阔一点好，但是太开阔，这叫胡说八道，就开始漏气了哈。所以适当的开阔呢，就是实路会开阔。是，这都是好消息吧？是啊，对，这孩子好孩子啊，很好的相。不错，这个相是不错的。真的，聪明，能干，有艺术天分。对。而且有领导力。对。实路开阔。那总结一下，就是要事业有事业，要爱情有爱情，要钱有钱。真的。收到。就是这样子。对。虽然这是很为他高兴啊，这个也是应该说是卢卡斯爸爸妈妈生来有功啊，就是一生就把人家生得那么好，对吧？这是爸妈积的德。对，这个祖上了积了德了。对，好的优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他妈整天在禅堂做义工。没错。但是也是要感谢他爸爸妈妈，把他小时候就带到菩提禅修来，跟着师父学了禅修。他自己也说，好像这个灵感创意就很好。他说从命来说，这不是他就注定要来的。没错，师父，这就是命运，他有功德，所以就来学禅修了。是我送给卢卡斯一串念珠哈。这个花梨木的念珠哈。都是香香的哈。送给卢卡斯。好，祝你这个事业一切都美好哈，人生取得大成就哈，一切都平平安安，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那师父接下来再为您带来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哈，是一个29岁的小姑娘，也是妈妈带她问的。她说：“师父好，我的3女儿黎一文今年29岁了，女儿从读书到出社会工作，一直都是单身，没有交过男朋友，而且工作环境里也都是女生，异性缘很低。那他19岁的时候呢，就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就读先修班，20岁到24岁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就读华语文教学系，中间也有修读幼儿教育的课程。大学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目前他在新加坡从事幼儿华语补习教师的行业。那24岁毕业以后呢，他到新加坡的补习中心任职到现在。这些年呢，我和女儿沟通的时候也发现他有一点点的不对劲，他女儿自己也有同感。之后上网查看他的这些症状觉得是属于轻微焦虑的。那女儿今年29岁，不过目前单身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也请师父帮忙看看女儿的姻缘，今年是不是能够遇到好的姻缘？祈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这个29岁的黎一文，
他也是在新加坡做幼儿教育，但是妈妈也是为他担心啊哈，因为这个孩子其实一直都没有谈过男朋友，所以妈妈也是想请师父看看他的面相，觉得哎呀他的姻缘如何啊？哦，是，这个姑娘哈，长得还是眉清目秀哈，两眼炯炯有神啊，皮肤还挺白哈，就是她这个异性姻缘呢，弱一点有一些原因哈，就是我们在相上分析，我还没见过她本人哈，对，额头就发际线和眉毛之间的距离哈，稍稍远了一丁点，对，有一点点高，稍稍远了一点点哈。那是女生额头这里发际线往后一点呢，也多了一点呢，她就是容易孤独，或者也叫清高，所以内心里头希望渴望有个男朋友，可是就这样的感觉引来她那个身体的磁场哈，会就不太容易吸引异性哈，对。那么还有我们看她那个眼睛亮不亮？很亮啊，感觉，好像还，你看哈，咱们就说回刚才我们看男生小陈，对，和这个小黎，去比一下他这个眼神呢，那个呢是没有一点亮光，对不对？这个小黎呢就太亮了，对，他亮的呢，如果一个男生坐在跟前呢，他的眼睛发出那个光哈，让男生开始回避他的眼光。就是两目炯炯太有神，又过亮了，光太盛，对，目光太盛会伤人啊，对，有这样。还有眉毛呢，虽然有点弯哈，可能有点修的成分，但是眉毛我不知道有没有纹眉哈，或者有没有画它。现在眉毛和眼睛之间的搭配感呢，眉毛那个颜色太浓厚了，有点重，眉毛稍稍淡一点，再配上那个眼神呢，就会好一些。当你眉也不管是长的还是画的，但又太重，颜色太重，眼神又那么明亮，会出现叫做咄咄逼人之气，对不对？对。通常男人心里头觉得这个女人是温柔的，男人这是一种很傻的一种思维哈，他觉得女人是温柔的，我才是男子汉，我是一个大男人，我才是暴虐的，当他看着这个这么强的眼神与眉毛的时候呢，他觉得这女生比我还暴虐，还是算了吧。要跳芭蕾舞的，谁把谁给抡起来不一定，就开始觉得找不到我的人生呢，北在哪里，就开始怀疑人生，所以的话，如果是这样的眼神的时候，所以男生呢叫做知难而退，就会，那眼神那么亮，是这样，但是你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这样啊，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好吧？我们比如说，练练八卦内功啊，还有呢，做大礼拜，还有一种呢，像眼神这么亮，其实我没有解决过眼神这么亮应该怎么变暗一点的方法，我从来没遇到过。念佛，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怎么念呢？忏悔法念佛。对不起佛，我眼睛太亮了啊，过去伤害太大了。所以当我目光这个神太曝光了，就是过度了之后，是前世那种伤害性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才形成叫眼神暴虐。这个光就有点过了之后会把男人吓回去。对，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方法多念佛，叫忏悔念佛，还要做功德。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能够做大礼拜，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一辈子没给人跪下去过，就是你随时可以跪下去。对，你用一种谦卑的心的时候，把自己看得低一点，这个时候你那个暴虐的能量呢，就会自动的会减弱的。是这样，也是有一点帮助了哈。这可以试一试。那么第三个呢，配个眼镜，不是墨镜哈。配个眼镜，把这个光稍稍挡一挡，等男人看的时候直接看不到那道激光那种强烈，也会好。过滤一下，中间加一个镜片，对，对，
对，再增加一点穿衣服，稍稍增加一点这个年轻女孩的气质。美感。对，像她的眼神这么亮呢，她穿一点，比如说这个那种不也叫淑女装哈，有那个裙子啊、上衣啊，小碎花，就显得这个人没有什么个性。哎，就是，对不对？就像披着羊皮的是那么回事。懂了懂了，得先装出来，然后再变成那样的。慢慢的把它变成羊啊，从狼变成羊。对，它一种就是很能量十足的那种感觉，变成温和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男性会敢接触你。男性他希望说这个女孩是我保护的，他就容易得到爱。所以你看你们的同学之中哈，小姑娘之中哈，就觉得那个有点半傻不拉几的是最容易谈对象，也最容易结婚的了。是，因为男人都觉得这是被保护的一个动物，是不是啊？先保护起来。对，这群姑娘之中出了个野兽，狼级的，那谁保护谁呀？那男的都受伤了，就是说，明白了哈？他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精神感觉，很形象。这样就理解了哈。理解。对，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个小黎姑娘呢，也得一定要学会装洋。但是有时候装不了的，眼神那么足，鼻子也不小，还有嘴也略有点大。嘴大的女生呢，她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事业性。她可闲不了，在家里能闷死她。你放假1个月，还疫情3年，很多人憋出神经病来。像这个嘴这么大哈，她喜欢工作的人，是事业型的女人，所以呢。这种人就是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因为他爱做事业。第二个敢说敢干，遇上这种暴力的眼神，加上这么大个嘴巴，说想啥就说啥，不行就抽你所以的话，他就其实带团队的时候，大家喜欢这样的姑娘。你不管是男的女的，领导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啊？领导人很少说，哎呀，我很痛苦，我在那哭一场。你令我生气了，我去哭一场。工作没做好，你们工作没做好，我自己去哭一场。领导说让你哭，也都不会让我哭。对，所以他叫能量十足呀。所以像这个孩子，他如果是来问事业怎么样，那肯定师父说可好，真的是领导可喜欢你这样的下属了，对不对？是，真的是。对，他这样的人事业心强，不管做哪个行业哈，女生嘴一大，而且眼神那么明亮哈，额头这么高，他肯定就是拼命往前闯的人，容易就是早成事业哈。对，他是有领导力的，你看还有一点颧骨嘛哈。是。对，所以个性又比较爽哈，还有那个下巴也比较大哈，地壳方圆，不光是个大胖下巴，而是这个下巴的比例，它这个开阔感比例还是不错的。好的。这通常说老命好。好，师父，那给小黎也送个礼物吧。好。送这个红色的石榴石手串哈，这个对你戴上来说的话呢，能增加点女人味儿。是。对，希望对这个年轻男子哈，年轻帅哥增加一点吸引力哈。好。祝你这个婚恋呢早有正果哈，早得到你的那个命中注定的那位叫什么？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哈。黑马也好，白马也好，就在不远处在等着你哈。哎呀，赶紧收到。好，祝福你，菩萨保佑。感恩师父。好的，好，师父，接下来是来自于台湾的我们的董丽宁师姐带来的，她也想请教师父帮她来看看相哦。好，师父好，我是一位从网络上认识菩提禅修的新朋友，我有10几20几年的睡眠问题。每天晚上睡都不到1个小时，处于浅睡状态，一有动静就会醒来。这个吵醒的原因就比方说自己家里或者邻居家有人说话，我都听得到说话的声音和内容。哪户人家养的狗在叫，我都听得一清二楚。邻居家有人回家了，倒车入库的声音，开关铁门的声音，我也都听得到，连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吵醒我。
有9年的时间，因为媳妇生第2个孩子，我帮忙照顾他们的大女儿，晚上还要时不时起床看看孙女是不是踢被子了呀，窗户有没有关，有没有晚上起床找东西吃呀等等。因此我这个9年完全就无法入睡，白天总是精神疲倦，肩颈紧绷，整颗头胀痛，头痛欲裂，稍微动一下头颈都会痛，疼痛的范围从肩颈部一直延伸到头顶，我的眼眶周围也是又胀又痛。我没有去就医治疗，就托儿子从日本买止痛药回来吃，吃了止痛药稍微缓解疼痛，但毕竟不是长久之策，所以我尽量不依赖药物。我的工作是安亲班的老师，工作时间在傍晚5、6点到晚上10点左右。上班的时候，我要帮忙检查学生的学校作业，还要纠正与指导学生不懂的课业。我呀，头痛得难以言喻，仍是强迫自己动脑筋去教学生。安亲班的园长看到我疲倦的模样，跟我说：“你看起来这么累，要不休息吧？”我没有因此休息，却忍着不适完成每天的工作。2022年的11月，我因为晚上睡不着，就滑着手机浏览网页。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金菩提宗师的助眠音乐《人生如梦》，点击聆听之后，深深地爱上这个视频以及金菩提宗师。当晚我就深沉地睡着了，没有被任何声响吵醒。邻居半夜起来聊天，我也没有听到。从那天后，我每天都听助眠音乐，至今有5个月了。我的睡眠情况从每天睡不到1个小时，变成每天都深沉睡眠4小时。醒来如厕后，还能躺在床上立即入睡，让我深深感到菩提禅修的神奇。那之后，我每天都会播放金菩提宗师 YouTube 的频道和视频，聆听师父开示，跟着师父念佛，而且我还会分享这些视频和开示给亲朋好友。我在2023年的3月8日正式进入了嘉义禅堂，了解菩提禅修、八卦内功等功法资讯。禅修大大改善了我的睡眠问题，也让我了解很多人生智慧和道理，打从心底喜欢恭敬金菩提宗师，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宗师的弟子。我现在和先生、儿子3人住在一起生活。我的先生性情顽强，导致我2夫妻沟通不顺。我一个小小的动作，像是把杯子、盘子放到桌上，发出一点声响，先生都会对我不满发脾气，还常常受到先生的一个眼神，或是被凶得一直哭。想请师父指点一下我的面相，怎样更好地处理好夫妻关系？感恩师父。这个是新的情况，新网友哈，新网友刚刚跟我们结缘的呢，对，来自台湾的哈，对，师姐她一直失眠啊，她的描述好有意思哈，她就说啊，邻居家在聊天，聊啥我都听得到，这都听见了，所以就叫隔墙有耳嘛，顺风耳啊，是，所以我们半夜聊天，晚上别以为咱小心一点，说悄悄话没人听见。对，真的有睡不着的人，挺苦恼的。睡不着，听力又好。对，哎呀，那真烦恼。真的是关铁门的声音，倒车入库，哪家人出去了，回来了都知道。哎呦，哎呀，这都给大家值班了，这是。真是值夜班哈。他每天晚上只能睡1个小时，真的很痛苦。真的10几20年的失眠，是吧？晚上睡不着就清醒，这白天呢要干活的时候混沌了，就混沌糊涂了，迷迷糊糊的，就精神就不济嘛，很疲倦。对。但是他又很有责任心嘛，所以他在辅导学生的作业的时候还是很尽心，只是真的是要强撑着才行。对，就是硬撑着了。对，可是呢，他还是挺有福的哈。有福啊！他有一天晚上睡不着，滑手机，滑到我们的人生如梦，就是 YouTube 频道上面的，这就试试听听吧。一听就睡着了，这一下就着迷了。是啊，然后从那儿到现在，
对，5个多月了，天天都听，睡得特别好。他就是至少每天都要睡4个饱饱的小时，对不对？他就说是沉睡了，开始。哎，这有了高质量的睡眠了，对，这一下就休息过来了。对，师傅，咱的这个助眠的音乐还是帮了网络上的不少哎呀者哈。记住哈，这是叫啥来着？人生如梦，人生如梦啊，这个系列哈，我们的疗愈系列，对，就在网上，哎，这个真的是很好。我跟你说，我们当时我们在出版前哈，我出版前，我有3次送审，哎，对我们同学让我审，师傅你要听一遍哈，我们所有的东西资料要出版之前，我都要至少审一遍。3次，第一次的我听了5分钟，第2次听了7分钟左右。第3次说这次不行，我咬上点辣椒，就咬着辣椒睡着了15分钟，啊，就我自己都能睡着听的，哎，对，所以它是有催眠的。我当时有进入一个超级就是禅静的催眠的状态，我都把自己都催眠了，你想把你还催不眠啊？是，对吧？当然敲那个钵的声音呢，那并不是我的声音哈，但是这一切的声音是因为是我在敲，啊。所以这个声音之中含着这种催眠的能量，对，是这样子的哈。好，那更可喜的是呢，师姐是前几天啦，因为是3月8号，刚刚进入到嘉义禅堂，开始来了解真正的全套的禅修啊，还八卦内功啊，所以真的是非常新的一位学员，很有缘分的。所以，但是他就是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主要是和先生孩子住在一起生活嘛，感觉到先生的性格哈比较的强硬一些，那他们夫妻相处的时候呢，他也是会对太太会发些脾气啊什么的，所以我们的师姐就很想请教师傅来帮帮看看我的面相哈，怎么样能够帮他处理好夫妻关系，请师傅给予他指导。哎呀，本来最痛苦的呢是睡眠问题，是吧？这睡眠刚好了之后，还有夫妻关系问题，哎。但是夫妻关系之中哈，通常就是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法断，啊，没法断怎么办？之前咱们讲过家训当中提到这个部分比较多，对不对？哎，那这个你说2句呗。通常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师父说要温柔啊，对，就是他骂了吧，我们就说，哎呀，比如说饭没做好，那个老公说这饭怎么做的这么不好吃？哎，对不起，老公，我再去做一个更好吃的。对，就是有一种叫优质客户服务的状态，什么都了解了啊。对，为什么？其实古人那句话让我这个时候就要思考哈，相敬如宾。宾是客人的意思。哎呦，难得来一次。宾是贵宾。对。哎，你就天天在一起，在有的时候说话哈，因为觉得我们天天在一起，孩子都老大了，我跟你干嘛客气呀？听起来是合理的，对不对？那你不客气的时候，就语出伤人啊！你的说话就容易让对方听到就冒火。对。这一冒火呢，就争吵，对不对？别忘了哈。夫妻本来不是一家人，他是陌生人再变成一个家庭的，对不对？所以总吵总打的时候，双方就会说，不然就离婚。你看这句话就在前头等着你。那几乎多数人都是怕的。不管你发火的时候多么暴怒，但是到这一步的时候都怕，对不对？难道这是你希望的吗？不是。如果不希望的话，是不是通过第一个要改变心态？第2个改变方法，那个心态和方法都记住这4个字：相敬如宾，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高级销售员，来的都是 VIP 优质客人，你还指望人家买你的货，你好来赚钱谋生的，对不对？那客人发2句牢骚，你能继续骂客人吗？不能。从高级销售人员不可能的。你们到5星级酒店。哎，你提一个，我说基本要求，给我加个枕头。没问题。那你一打电话给服务台，服务说不可能，你立刻就暴跳如雷，你还是5星级饭店，
说我打电话得告诉你，对不对？我第二天在脖子上挂大牌子说这是骗子，对不对？你肯定会就暴怒了，对不对？是。所以那你怎么服务呢？但是你听到人家怎么服务，好吧，啊，我立刻就来。你要一个，通常拿了2个枕头来，甚至加了个毯子来，是不是？需要毯子吗？说暂时不要，这样放到床旁边吧。如果需要的话，你看这显得多温馨呐。那你老公骂你2句的时候，你通常对方怎么回答？你找死啊！孩子这么大都是我养的，我还怕你啊？对不对？今天离婚的老娘也不怕你，对不对？老头不会做饭，老娘我会做饭，对不对？你看很多就开始就表现自己的优势而咄咄逼人，是吧？但你像服务贵宾一样呢，他骂你2句，好吧，先生，我下次一定做得更好。哎，这样说有点过分了哈，但是其实你仔细考虑一下，其实是对的。对，我觉得是那师姐，因为刚刚到禅修来嘛，所以她可能现在是最烦恼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她到了禅堂以后，她会发现很多她周围的师姐很有智慧的。我们很多师姐都已经经历过这些考验了，都过了这个坎儿了。对了，都过了这个坎了，你一定能够向他们取到经哈。我们有装傻的。有装听不到的啊，还有增加幽默感，跟老公说笑话的啊，就是还有就是提高服务质量，啥招都有。我觉得你到我们禅堂来就对了，然后你就能学到很多招，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师姐把他们的先生，还有不断赞美的。给老公戴高帽子啊，就是夸他的，是不是？好多招呢，很好玩的。所以师姐来了以后，肯定会跟我们禅堂里的师姐学到很好。对，我觉得方法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为这个先生啊，在佛前点灯，让佛点化他。对吧？佛照亮他。对，点了半天你还不醒悟，就起个包啊！所以肯定得醒悟，不醒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我教你个方法。哎，你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写信给我，好吧？请你找适当的机会，像糊弄傻子一样，赞美你老公一下。哎呀。来了，不是你老公说这个饭如果这么做，这个是这样做的，你说哎，老公，你这么一说，我开悟了呀。还是你有智慧。哎呀，真的哦。你看你老公那个声音很快就降下来了啊，是吗？你也这么认为吗？你说我特别崇拜，哇，太厉害了。对。你就是骗他，你老公觉得今天你的饭做得好，这么着。我再给你炒道菜去，你老公就来劲儿了。是。嗨，很多老头啊，就是怕赞美。是。很多老太太也一样，也是怕赞美。就是人哈，对，人就不怕吵架。你声音高，我比你声音更高。你看喊一声，咱窗户都碎了，是吧？但是人不怕对方嗓门大，也不怕对方拎菜刀。到那个时候，你不怕死，我更不怕死，对不对？火爆都上来了，啊。但是人特别怕的一招就是恭敬和赞美。给你老公赞美不了3句话，你老公哈那个脚就酥了，腰也酥了，心更酥了，啊！总结一下就是桃酥，他就没有了筋骨，就融化。是。哎，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女人让你老公不给你发脾气。你说的话，你老公就是你们家的指路明灯，你老公就是英雄救美的那个英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话，好吧？请赞美。但是一次赞美点儿不能太多了，好吧？你一次赞美3个点，老公一看你有什么阴谋啊，对吧？太刻意了。哎，当关键点的他说的确实有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太过分，说哎。你看你平时怎么称呼他哈？叫老公也好，叫老头子也好，叫先生也好，人家先生有道理哦。你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很有智慧的。哎，这我得听。哎呦，我会拿笔记本我记下来。真的。老公心里头立刻掏酥了，就得到了电疗。立刻伟大很多，非常有效，立刻有效，就1秒钟就产生效率。是。哪用费什么刀枪剑戟的功夫啊？对不对？
就不用给它炒，哪用炒啊？就让它酥。对，它就酥了，就融化了。哎，就是这样的哈。好的，对，好，这一招特别灵。好，师傅，那我们来看一下师姐她的相上面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她给一点建议吧，哈。好，应该，这师姐长得还是大义凛然的，我觉得她这个人是有个性的啊，她能和中国的企业家董明珠有的一比哈，哎，对，她这种弯曲当中带有个性，啊，阴柔之中带有刚强，啊，看似温柔的女人，实际上含着这个那种刚烈的东西啊，对，因为她是棱角分明啊。他年轻的时候脸上没多少肉，啊，而且你看这个法令纹呢，像刀刻出来的，那个他的鼻子是有力的，这么坚挺的鼻子能不自信吗？哎，他是老师出身是吧？对。哎，对，所以还有呢，你看他的鼻子有力吧，哈，他的嘴上也是有力的，嘴是有力的，是坚定的啊，对，那眼睛呢还是。看既有财富还是有智慧的哈，哎，他还记得那个田宅宫嘛？记得。这个师姐的田宅宫很丰富哈，挺广的，哎，对，哎，所以还是有财富的哈，是，哎，并且呢，他有一双最厉害的大耳朵，是，他耳朵比例非常大，大家都知道哈，耳朵呢是代表着元气，耳朵大，耳型好，啊。就是天生元气十足。哎呦，真大！他的耳朵不但大，而且这个轮廓形都是非常完美型的。而且你看耳垂还很大。对。这个女人耳垂大，第一个是女人有福哈。比如说右耳朵是你自己，左耳朵你给我们看是左耳朵，说你老公是很有智慧，又很棒的，很有能力的一个男人啊。对。所以你们这个命是绑在一起的哈，对，所以耳型也好，耳朵还大啊，耳有垂珠啊，这个富贵十足啊，还有个好老公，有这么好的老公，你别给人吵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吵嘞？赞美他吧，这改变一下心态和方法就可以了哈。对，就凭这双耳朵，活得120岁没问题。哦，收到，长命百岁哈。对，所以呢，要做到。为了让你健康的活到120岁，八卦天天走哈，活到129啊，活到129，还得押个韵。对，好嘞，怎么好，送给这个董师姐呢，一个小礼物哈，对，这是日光菩萨手串哈，哎，我选的呢是很温馨的颜色哈，对，像菩萨一样的柔美。慈悲、善良、温和，面对你的家人，面对众生，那你就有福了。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妈妈问她想请师父为她的女儿也是看看相哈。女儿她叫丫头哈，也是很可爱的称呼。师父好，我的女儿今年24岁了，她目前呢是由外面的公司派入在洛杉矶警察局的监狱化验室做抽血工作。她也向洛杉矶县的人事处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够转成正式员工，但是目前还有一些阻力。另外呢，他也申请了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化验室高级检验员的课程，但是因为学校少，申请的人多，我们不太确定3月份是否会被录取。另外呢，女儿呢也在犹豫和考虑，是不是应该去海军部队参军，在部队里学习当化验员的课程，并且考下执照。但是她唯一有一点担心的是，参军后体力训练课，不知道能不能考过。所以请师父指点哪条路更适合我的女儿呢？她属兔，今年24岁，她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什么样的男生才适合她呢？感恩师父。这来自美国洛杉矶的叫丫头的小姑娘哈。这个丫头不简单哈。哎，她就是她妈希望是什么来着？
妈妈是说她现在有3个职业选择嘛？一个是在洛杉矶的这个警察局的监狱里做抽血，想要转正，还在等待啊。再一个就继续学习，去学习高级的这个化验员的这个课程。第3个就是女儿也在犹豫是不是去参军，去海军啊，进入海军再学习化验，考执照。好，回到这个。它就叫丫头哈，丫头这张相上来看呢，咱们来聊一聊她的相哈，她的相是非常的好哈，我们也是整体一看是个精明能干的丫头，哎呀，真好。先从上面看哈，请大家看她的额头从高度、宽度凹起来的那个凸起度够不够？很够啊，很饱满的。很少有女生哈，就是额头能看到的宽度和颧骨一样宽。师傅，它的优势在于它宽，是不是？宽阔嘛。对。就是它这个，因为这个部分看到的呢，就是你的脑袋那个骨头壳，就像核桃一样那个硬壳。硬壳就比较大，就决定它脑容量就大，就在里面可以跑步打拳呢啊。对，是这样子哈。对，所以呢，还有呢，上头的这个高度哈，就是很完美。就是眉毛和上头发际线这一段的高度很好。如果再短一点或者再高一点，也都没这么好。恰到好处。所以他这个额头呢，可以说是开阔方正。这样的人呢，容易做军官啊。有官运是吧？是一定戴官帽的。所以他的这几个选择还都跟这个政府官员啊、军队啊相关。都戴帽子，对不对？对。他正式的制服都有帽子。百姓就是今天说叫公务员哈，古代说就是吃官饭的。吃官饭。吃官粮的。对，他不是百姓。对。那么第二个的话呢，他这个眉毛。你看有弯曲还高挑，但是它的弯曲不是完全画出来的一个弯哈。当然它这个相上有纹眉，因为它的眉毛不是那么样的浓，不是那样的浓啊。它有一点纹眉哈，纹的不是特别的精彩哈。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接下来就看看它的眼睛哈。这种呢带有凤眼式的杏核眼哈，所以这样还有一点点吊眼梢。从女孩来说的话呢，就是比较叫干练，她想好了就去做，而且胆子天大。行动力很强的。比如别人想的这个职业我不敢，我想了我就干。没有不敢的事情。对啊，他认准目标啊，就是还执行力强啊，也有聪明智慧哈。再接下来看他的鼻子哈，他的鼻子呢。对，把脸整个都露出来，知道他的鼻子是高挺，并且鼻不漏孔，就不露着山洞。这好像，这是好鼻子吧？哈，对，好。其实我们华人按面相之中，这个鼻子是非常好的，长腹的，而且有棱有角，还有鼻翼也丰厚，鼻翼也丰厚。从侧面看，他那个鼻子很挺直。对，那鼻子这一段是自己就是做事业这一段人生哈，这一段的越高。并且旁边的辅助又够宽度哈，就平稳顺利，甚至是还有权利。就光鼻子来说，再加上这姑娘呢，从正面看的时候呢，还有一点颧骨，所以她这样一种微笑的这个脸呢，颧骨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没有这个颧骨，就使劲笑，颧骨这儿都凸不出来。所以她这是很明显的，有颧骨。所以他是有权利，所以他不光是成为一个科技的人员哈，他由科技入手，由科技入手，将来肯定是要管人的，是有权利的孩子，对，将来是官员哈，对。那和鼻子比的话呢，他那个嘴唇呢和偏薄，但是是有力的，嘴唇偏薄一点的人呢，他执行力很强，干练。非常干练，就是工作很有效率。对，那下巴壳呢这一块也是很美，它不是个细瘦的下巴壳哈。对，所以它是有有基本的下巴的美感哈，也有两面的开阔的饱和度，
啊，所以这才是一个看似并不胖的一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孩子。真好。是。哎呀，好这丫头的像真的是不错呀，师傅这么一讲，所以你脑袋壳这个像，也有人说这是爹妈上睡觉睡这么睡的，都不是，他就这命就会长出这种脑袋来。我们的脸型哈，颧骨，你说你颧骨高低，有人趴着睡觉给压的，那先压把鼻子压没了，也不压不到颧骨啊，对不对？就是啊，对，他是骨相就那样子。对，你比方他这一块这开阔度，与睡觉有关系吗？没啥关系啊，人家天生就那儿就那么宽。对，这是父母积德积来的，祖上积德积。哎，对，祖上积德。完了这个孩子呢，这个大富大贵，完了生下来之后，对不对？敢想敢干，读书又好，也是注定的哦，对人家的命运。这是个好命的姑娘。好，真开心，好丫头，听得都很开心，是特别恭喜哈，恭喜恭喜，真的我们也学到了，感恩师傅。好的。对，所以给他那个建议哈，你就照着你的专业好好去学，这几样你都给报了。好，哎，你觉得自己来感觉哈，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拿个硬币是吧？按两个的选，对不对？好，哎，你说哪一面冲哪个冲上的，我就是选择的，最后选出一个来，但是我说你是一个戴帽子的官命，这个帽子今天人人都可以戴，我说的是官帽啊，就是这样子。反正信不信是你，我看到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好了，感恩师感恩傅。师傅。那给丫头挑一个好礼物。好，送你个丝巾哈。这是画那个画听啊，其实也挺美的哈。哎，这已经现在是世界名牌了哈。非常美，非常美。对，这个颜色呢，也配你，无论是这个警察服装还是军人服装都挺配的哈。好。希望你呢事业顺利，还有事业有成啊，将来大富大贵啊！收到。感恩师傅。好。好。哎，非常的感恩。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了大概有8位吧，8位左右的各式各样的来自于全球不同地方国家的这些有缘的人来请师父来看他们的面相，也来最主要的是通过他们的面相来指导他们现在人生中，对，真的是很多人是叫踌躇啊，就是忙来忙去不知道怎么选的这个关键点给予他们的指导。而你今天被抽中，被师父指点了，这也是命中注定的。这也是你的幸运。哎，真是这么回事儿。是，你看对吧？对对。我们选那么多网友来信了，把照片发过来给师父，就选了这几位，就选到了你。对，是，这就是注定的哈。是，特别的有缘，感恩师父。那也是人家有福。是是。对，而且也很大方。对对。让我来看一看，评一评啊。好的。那我们师父，我们也再次跟网友们也预告一下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吧。好。那我们下周的直播呢是在亚洲台北时间周日3月19号的晚上7点，同时也是北美温哥华时间3月19号周日早上的4点钟，我们再与您在网络上相遇。也就是下一周的周日啊，形同于今天的重复的日子哈。是。哎，对。好，已经2个多小时了哈，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好，祝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如意吉祥，收到；幸福快乐，收到。我们下周日再见。幸福了。
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要忧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修行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要忧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
啊。